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伊万卡和川普翻脸了。哎呀，这个事情搞得你看，伊万卡因为打算参加拜登就职典礼的计划而与父亲川普翻脸。伊万卡认为参加拜登的典礼会成为一项好的运动，并且可以挽救伊万卡的政治生涯。而川普呢，非常反对，说这是伊万卡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伊万卡他担心自己的有前途的政治生涯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呢，伊万卡正在尽一切的可能挽救自己的声誉，所以呢，伊万卡不惜和父亲川普翻脸，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川普总统对伊万卡的决定坚决反对，称这是伊万卡做出的非常糟糕的决定。当然了，川普如此好面子的人是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家族的人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的。承认失败对川普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有消息人士说，伊万卡坚信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将会使他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能给他吸引很多选票，并且呢，能为他获得未来的支持者。可是呢，唐纳德·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将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并且呢，川普也在社交媒体账户被暂停之前发布了这个信息。内幕人士补充说白宫被戏称为类固醇的马戏团，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白宫里面的人都很激情，川普的孩子们都在拼命地争夺控制权。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推出文章，要对川普进行弹劾。弹劾的理由就是说，川普煽动叛乱。其实伊万卡他这个时候想要跳船，想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美国的这个文化，咱们中国人好像觉得川普是伊万卡的父亲，所以呢，川普做了不合适的事儿以后，伊万卡就翻不了身了。川普和伊万卡是绑在一起的。其实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西方的这种文化和咱们中国还不太一样。咱们中国总喜欢把亲戚家属朋友们都连在一起看，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他们把每个个体和每个个体区分得很开，川普是川普，伊万卡是伊万卡，所以呢，伊万卡只要和川普切割了，在老外的这个眼里面看起来，他伊万卡就是伊万卡，伊万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跟川普没关系。有时候咱们理解西方的政治不能用中国的这种思维去看。比如说美国人他谁跳船了，和谁切割了，就是厚颜无耻了，就是不忠不义了。其实在西方人的这个文化架构里面他是自由的，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怎么选是他的个人自由，并不是说在咱们中国这种文化里面，一日为臣终身为臣忠君护主，死忠到底。这个好像只有华人是这样，死也要一直忠到底，一路走到黑，错也是要一直忠到底，并不是这样的。西方人他们转动的很快的，为什么他们两党政治？他今天可以投这个党，明天也可以投那个党，他想转就转了，就跟西方人这个谈男女感情一样。你说西方人的感情浓不浓？感情浓的时候浓得很，但是感情破裂了，没感情了，不爱了，不爱了就不爱了嘛，不爱了就分吧，很简单嘛，简单直接明了了当。不像咱们华人这种拖泥带水恩恩怨怨的，爱的死去活来了。当然了，人家西方人爱的时候也是爱的死去活来的，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美女与野兽正是因为他们有民主自由的体制，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才导致了他们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今天我可以选你，明天我也可以选他。每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跟它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是有关系的。你像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就导致了你没得选，你必须忠君护主，你必须服从上级，孝顺父母。当然了，也不能说孝顺是坏事孝顺归孝顺，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孝顺和服从是挂钩的，你只能听话，
一路走到黑，你只能忠君护主。所以呢，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啊，比起美国人啊，更加的比较迷信，比较容易偏听偏信，迷信于中。那说到这儿了啊，面具人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啊讲讲共产党，还有很多这些个宗教媒体啊、民运媒体，他们是怎样把一个人愚化和奴性化的，怎么样把这个人的愚蠢和奴才性放大的。好，这个在节目后半段说啊，咱们继续来说川普啊。自从看到伊万卡准备跳船，面具人我深深的感慨呀，哎呀，川普真的是有点众叛亲离的味道了。我不知道川普他本人能感觉到不，反正面具人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你看啊，咱们华人把川普周围的这些人啊，一个个的捧到天上，捧杀，最后呢再一个个的给拆散，把他打成伪类。只要他对川普有别的意见，就是不忠于川普，那就没有别的理由啊，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你就是叛徒，你就是伪类。只要你对川普有一丁点意见，你就是敌对分子、间谍、走狗、卖国贼。仿佛咱们华人的这个社会中啊，没有一个合理的、良好的沟通渠道，就是说不能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不能有一点和你意见相左的。那面具人，我想请问大家，一点不同的意见都不能有，有了意见了，你就是叛徒、伪类、傻逼。那你说这还叫民主吗？民主就是说大家每个人民都有自己的主见，大家都能做自己的主，大家有各自不同的想法，集思广益嘛。那要是都按照最高统领的想法来，不能有一点的不同，那这还叫民主吗？对不对？这叫集权吧。咱们华人眼里面的民主就是别人的不民主，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不让我干，你就是不民主。但是我有权利不让你说什么，对吧？我有权利不让你干，对吧？我也可以煽动别人上街，我也可以煽动别人暴乱，我也可以骂你祖宗18代，但是你不能说我一点不好。你说我一点不好，你就是欺负我，你就是霸凌我，你不让我骂，你就是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不能让你骂我，懂了没？就像江峰一样，江峰这个猪头人，妥妥的就是把民主曲解到极致双标的那种猪大肠里面的臭猪屎，天天在那儿喊，哎呀，推特不让他说话了，那个油管也不让他说话了，那个 Facebook 还是不让他说话了，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了。那人家油管、Facebook、Twitter 都是私人公司，对吧？那你江峰也是私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你玩油管、玩 Twitter、玩 Facebook 的时候，你注册账户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人家签协议的，遵守人家的平台规则，人家平台有最终解释权。那要么你别玩，你有本事自己建立一个网站嘛，你自己建立一个网站，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嘛。但是你江峰不能跑到人家家里面拉猪屎，并且呢，人家把你赶出来了以后，你还说人家不让你在人家家里面拉猪屎，是独裁，是集权，不给你民主，对不对？哦，你江峰天天在网上造谣，说美国要内战了，说美国应该开始大抓捕了，说美国要军管了，要戒严了。哎，你江峰天天在网上造谣就可以，你天天说拜登迫害老弱病残，说拜登有3块硬盘、80页文件，什么天堂岛呀、美丽岛这些事件啊，可以。合着那就是你跟别人吵架，只能是你骂别人，别人要把嘴缝上闭上，不能反骂你，只能被你骂，是不是？那你这还叫吵架吗？你这叫欺负人呀，对不对？合着你江峰就是一个喜欢欺负别人的猪大肠屎吗？咱们再来想一个逻辑啊，你江峰天天在网上造谣，不让别人封你的号，然后呢，咱们设想一个这样的情景，我面具人跑到江峰的推特里面，我跑到江峰的群里面，我骂你江峰傻逼白痴弱智，行不行？我骂你江峰长得像猪膀胱猪屎，行不行？我骂你江峰你妈天天被猪操，行不行？那我说的是事实呀，对不对？
江峰，你妈如果没有被猪操了，怎么能生下来像你个人模猪样的逼崽子、猪屎崽子呢？哦，我到你的群里面，我也是在讲真相、说实话呀，对不对？你江峰确实长得像猪大肠屎嘛，对不对？你看你那脸，正常人能长个猪脸吗？那我要是这样跑到你群里面说，你肯定是要把我踢了呀。哦，你怎么能不让我说真话呢？那你江峰是不是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了呢？哦，合着就是只有你能说话，别人不能说话，是不是？别人必须还要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就是侵犯了你的言论自由，并且呢还不能不让你说，你说话的时候别人必须听着，也不能让你闭嘴。那你这不是欺负人呢？你把别人当傻逼呢？江峰群里面的逼崽子们啊，也包括了很多在江峰群里面被踢了的，才跑过来看面具人我节目的人啊，还有这些执迷不悟、迷信着江峰的人，你们不信面具人我说的话，你可以试一下。你在江峰的群里面，不要说骂江峰啊，你就是客观的反驳一下江峰，质疑一下，或者是质疑一下川普。面具人，我保证你在那个群里面会被群起而攻之，把你干掉，把你踢掉，然后把你羞辱一番，知道不？不信你试一下。今天还有个重大消息，就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正式提出弹劾案了，并且呢，计划于周三进行投票。其中的一位民主党人解释了弹劾川普的理由。实际上呢，这些民主党人已经是第二次弹劾川普了啊，但是之前那一次没有成功，否则呢就不会有第二次了嘛。这一次要弹劾川普啊，面具人我看啊，弹劾还是有那么点眉目有戏。作为曾经弹劾过川普总统的议员称，我们并不是轻率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事实上呢，这并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在上周三的围攻中，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要求副总统麦克彭斯召集内阁，援引第25修正案，迅速解除川普的职务。我们已经呼吁总统辞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很明显，这两种可能性都不会实现，所以国会有责任采取行动。美国人民亲眼目睹了川普的行为，我们都看到了他在1月6日的演讲，我们看到了他的狂热分子响应他的号召，冲进了国会大厦，5人归西，包括1名美国国会警察和总统的4名支持者。我们担心川普在剩余的任期内会做出更加疯狂的事情，因此呢，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的确，即使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后，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可能也会像1年前那样试图阻止美国参议院定罪，同样，审判也可能会延续到拜登政府上任的前几天。那面具人，我觉得吧，麦康奈尔再怎么说也是共和党的人，川普也毕竟代表着共和党，所以呢，麦康奈尔在弹劾这件事情上肯定也是会多多少少的护着共和党的。华盛顿邮报首次报道了文件，阐述了如果众议院批准弹劾条款，并在1月19日之前或者当天就提交给参议院的话，参议院该将如何处理。1月19日是参议院结束1月休会期的恢复正常工作的第一天。麦康奈尔说，如果众议院在川普任期的最后12天弹劾他，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参议院在1月19日收到来自众议院的通知，这样的话，参议院就可以选择要求众议院高层在同一天提交动议。那备忘录说，参议院的弹劾规则是在收到众议院的弹劾动议的第2天下午1点，参议院必须审议。因此呢，参议院的审议要到当选总统拜登就职的1小时以后才能开始。备忘录说，因此呢，川普总统的任期满届后，参议院的审判才能开始，要么就是在1月20日的任期届满后1个小时，要么就是在1月21日任期满后的25个小时进行。麦康奈尔的备忘录指出，
参议院的休会期到1月19日结束，就是拜登就职前的一天嘛。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应该妨碍我们的工作。总统该就职就职，你弹劾该写文件写文件。一些人认为呢，再次进行弹劾审判将进一步的分裂我们的国家，麦康奈尔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并且呢，这个激进的弹劾会进一步的激怒川普的支持者。但事实是，我们别无选择，这项弹劾指控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完整。国会的两党议员都必须履行自己的誓言，如果不采取行动，将为未来离任的总统树立一个不负责任的危险先例。那这些议员他们认为啊，如果说总统煽动叛乱了，或者是煽动围攻国会这种事情不受到惩罚的话，以后的总统可能都会效仿，反正没有惩罚嘛，反正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嘛，大家都敢这么做。确实有可能，这个事情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此外呢，如果不对这场可怕的叛乱的罪魁祸首实施惩罚，我们国家的分裂就无法愈合。总统必须承担责任，这只能通过第二次弹劾，并在参议院定罪来实现。这一判决将允许国会禁止他再次担任联邦公职。民主党称，围攻国会的事情令人发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到目前为止，川普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还在增大。众议院在10号提出议案，一旦议案通过，便可以要求副总统彭斯在24小时内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川普，否则将会启动国会弹劾程序。彭斯这边呢，他是回避掉了用25条修正案去罢免川普，所以呢，只能通过国会了。然而呢，民主党也预料到没办法依赖彭斯援引第25条修正案去罢免川普。虽然有少数共和党议员支持川普下台，但是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并不支持。毕竟嘛，川普代表共和党嘛，他是代表共和党的总统。因此呢，即便是众议院排定在周二召集全体会议对该议案进行记名投票，但是共和党可能会加以阻拦。即使最终民主党的众议院多数表决通过，但这份决议呢，也没有强制力，因为参议院那边是共和党目前是多数，所以呢，很可能这个议案过不去，两院缺一，这个罢免就不能执行。彭斯此前呢，已经表态对援引第25条修正案罢免川普的事情反对，所以呢，民主党想要通过国会来对川普进行弹劾，那不太可能了。等于说，最终是否能弹劾掉川普，那众议院这边肯定是没问题的，要看参议院那边的参议员他们是否能投多数票，才能起到决定作用。那说到这儿了，大家可能会奇怪呀，就是川普他还有几天就下台了，任期就结束了，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民主党还要如此急切的迫切的要罢免弹劾川普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其实呀，也就是这几天嘛，也不差这几天嘛，对吧？你让他多当几天又能怎样？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在总统即将离任之际加以弹劾，看似多此一举，但是川普若被弹劾定罪，参议院可以考虑剥夺担任和享有合众国下属有荣誉、有责任或者有薪金的任何职务的资格。参议院可以投票禁止他再次担任任何公职。那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川普就完了，川普就彻底凉透了，川普以后就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了，以后想参选呀啥的都别想了，甚至他川普的退休金，他的各种福利待遇都可能会被剥夺。那如果川普沦落到这个下场的话，那他就太惨了。由于川普正在考虑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让川普无法参选，对民主党人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并且呢，对于想要自己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而言，也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呢，从这个利益点的角度来出发，那民主党肯定是不想让川普再次死灰复燃了。参议院里面的一些中层议员呀、基层议员呀，
包括基层的共和党人呀，中层的高层的共和党人呀，甚至是像克鲁兹这样的、卢比奥这样的、蓬佩奥这样的人，把川普拿掉，禁止川普再次担任任何公职，等于说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少了一个像川普如此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对于有私心的想要自己竞选总统的这些参议员、共和党议员来说是好事儿。为什么很多人说社会是黑暗的，政治是黑暗的？政治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益的分配，你能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你能把利益分配好，老百姓感谢你；你把利益分配的不好，老百姓要烦你，甚至是说党内的这些人啊，你的同僚也要烦你。然后呢，你在国际政治上去看，说简单了还是利益的分配。如果说这个利益分配的不好，你的盟友就会少，对不对？这个弹劾真的成功的话，川普没问题，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创造了历史，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了2次的总统，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成功弹劾的总统。他也是第一个敢于号召自己的拥护者们围攻国会的美国总统。但是面具人，我不希望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是希望两党至少在台面上促进自己的选民和谐互助，握手言和，这样才能证明美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煽动内乱的国家。民主党认为川普煽动内乱了，但是面具人，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内乱，要由美国整体人民来负责任来承担，并不是说你推卸责任，我推卸责任。事情发展到今天，是因为他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积累到今天爆发了而已，并不是说川普一人之过。你说川普开了一个坏头，那面具人，我问你民主党你如果这一次把川普斩尽杀绝了，那是不是证明美国是可以被这些阴谋挑拨离间搞得两党最后你死我活呢？这算不算开了一个坏头呢？如果说美国的政治从此走向了两党死斗，那是不是就开了一个很坏的先河，证明美国的两党并不是团结的，美国的两党是可以内斗，斗个你死我活是可以内战分裂的，想过没有？站在美国长远的发展角度上来看面具人，我更希望两党和谐互相繁荣，共同促进，坚如磐石，这样的话美国的缺点才能更少人民才能更加互助。如果说你让你的选民们都已经看到了两个党无非就是你想消灭我，我想消灭你，那这个国家迟早是一个消灭另外一个。至于是共和党消灭民主党还是民主党消灭共和党，不知道。而且呢，面具人，我看了这个架势川普确实是要死战到底1月20号之前甚至是1月20号当天都有可能发生重大事件。迈克尔·彭斯的这个表态也非常的暧昧他并没有说是要跟川普撕破脸，对吧？并且呢，现在也确实是宣布了紧急状态。那这个紧急状态一宣布，对川普有利有弊。你要看军方警方的表态，如果真的说是军方有人死忠支持川普的话，那这是一场硬仗，鹿死谁手，或未可知。好了，那么我们说到川普，就不得不谈到川粉的这种现象。那为何川粉们会如此的近乎疯狂的挺川普呢？并且呢，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无私的奉献，甚至为川普献出生命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面具人，我就给你们讲你们看过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那个席恩 Film， 他就是被搞成了那种说什么都听的，在电影里面叫做臭懒儿，你知道吗？
就是我怎么虐你，说什么你都听，主子虐我千百遍，我待主子如初恋。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听面具人给你们讲啊，我总结出来了6个点，你们可以判断一下啊。听完这6个点，看看你是否陷入到了被这种方法操纵奴化的漩涡里。现代社会虽然说很难像影视剧中那样使用残酷的肉体虐待呀，比如直接阉割呀，或者是打骂呀，那些自诩大国的暴政，往往他们更喜欢采取精神虐待的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当个体遭遇到了精神虐待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与身体遭到创伤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是高度相似的，因此呢，可以认为精神虐待与身体虐待对受虐者来说有相似的心理反应。只要暴政垄断了不受挑战和制约的权利，那么就要通过精神虐待一个高调的反对者，并且呢，使他驯化成为奴才。这并非难事，一般来说呢，如下几个步骤或者环节就很容易将反对者从精神上击溃，并且呢，将他们驯化成听话的奴才。比如说，力量大的绝对可以支配力量小的。很多人说推特能封川普的号，这是违反言论自由的。对呀，没问题呀，这种逻辑在咱们华人社会里面完全没问题呀。你推特放肆，胆大包天，敢封美国总统的号。面具人，我问你们，你在中国见过哪个新浪、百度敢封习近平的号不？你别说敢封习近平的号了，就是中国的一个市长、县委书记，你看他新浪、百度敢封吗？在中国的这种统治模式，从来都是阶级顺位，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弱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反抗上一级的。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强弱经常洗牌，但是你在中国你作为一个弱者，你就是永世不得翻身。好了，来看一下面具人我总结的这6个点是如何奴化人民的你们仔细想想，不管你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你只要混华人的圈子什么民主大师群呀，那些小粉红群呀，你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面具人我敢保证你是被这6种当中的其中至少有2种玩弄于股掌中的。来，你听我给你讲一个一个咱们来讲。第一，隔绝，切断反对者的社会支持，包括获得信息的渠道与亲友沟通的途径。只要切断一个人的社会联系，那么他就更容易从众、服从以及驯化。在现代这种高科技里面可以用防火墙呀，或者是小的社交软件呀、社群呀，比如 Telegram 群呀，在群里面集中洗脑，清除他的反对者，谁反对我，我就直接把他踢出群就行了嘛。然后呢，这个群里面只剩下大家互相同意互相的观点，你赞同我，我赞同你。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互相赞同了以后，就无法思考不一样的声音，就无法思考更复杂的问题了。于是呢，大家就越来越极化。同样的呢，也可以隔离你和你的亲属，还有你的朋友。比如通过一些网军机器人网评员带节奏，专门嘲讽小粉红呀、五毛呀，专门嘲讽他，甚至可以嘲讽你的家长亲戚过于迂腐不化，让你从心里面对五毛呀，对你的亲戚和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产生排斥和厌恶。对他们产生排斥厌恶了以后呢，那你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就会变窄，你自己的亲情圈子支柱力量也会变窄，那你反而会更加的依赖你的民主大师群，你会更加的听信他们说的言论。第二，威胁。威胁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一般来说呢，只要是没有规则约束的具体的暴力，那么暴政就可以在这个方面为所欲为，随便怎么威胁人都行。威胁既可以针对个体，比如组织以罪名依法剥夺其自由，也可以针对他的家庭，比如剥夺他的配偶、子女、父母他们的居住、工作、上学、出国的种种权利，
以合法的名义威胁啊，这个面具人我不用多说了吧，在墙内共产党天天威胁你，对吧？随便怎么样都把你搞了，但是在墙外呢，你看所有的民主大师法轮功群里面啊，天天在怎么宣扬威胁啊，美国完了，你不革美国的命，你不砸烂民主党，明天民主党就要迫害你，恶魔就要统治世界了，邪灵要附体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完了，以后世世代代要被这个恶魔政权奴役了，要被阴谋政府颠覆了，人类要毁灭了。他们说白了用的都是这种言论来威胁自己的信徒呀，对不对？你说这算不算威胁啊？人类以后要毁灭了，以后就是恶魔奴役我们了，所以呢，我们要拯救世界呀，我们要圣战呀，我们要上街革了民主党的命呀。面具人我就觉得奇怪啊，这些自称革命领袖、革命斗士的人啊，他不去革中国共产党的命，他把他们所有的捐款不去捐给中国的可怜人，反而呢要去革美国的命，要把他们所有的捐款捐给美国人，还要革美国的命。他们不革共产党的命，去革美国的命，你觉得这个逻辑通不通？第三呢，就是折磨，动不动就说你被迫害了，动不动就说谁谁谁上台了，恶魔就要占领人间了，他以后要迫害你，动不动就说核弹马上要打下来了，世界第3次大战要开始了，机关枪马上要上街了，动不动就说谁谁谁是恶魔的代理人，邪灵附体了，谁谁谁把谁谁谁摘了，谁谁谁把谁谁谁坑了，动不动就跟你说，哎呀，中共要迫害人了，拜登要迫害人了，美国和中共要联合起来迫害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总之呢，他就是要不停的用这种危机感、恐惧感和不确定的感觉，把你逼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只要使人在一种极度疲劳、困乏、痛苦、恐惧的状况下，他就很容易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痛苦而妥协、顺从、服从。第四，羞辱，通过周密的情报工作来挖掘反对者的软肋，特别是道德上的把柄，然后加以强化，通过宣传机器广为传播，并且呢，通过言论审查杜绝反对信息的扩散，必要时可以通过小题大做、扣黑锅、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方式来有步骤、有系统的予以抹黑，甚至会让人觉得自我怀疑人生，让人觉得自己是傻逼，这也是一种玩法。第五呢，就是洗脑，用一套貌似合理的观念系统，反复的、多次的通过各种方式的进行强制灌输，以冲袭反对者原本的态度系统、思维模式。洗脑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比如推心置腹、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苦口婆心。如果洗脑能够结合反对者的处境，并且呢，辅以对前面种种虐待和压迫的释放，就能非常好的达到效果。我会给你说，哎，你看你流亡在外，你看你被共产党迫害成这个样子，哎呀，来到美国还要被美国民主党以后呀继续迫害，咋办？革命吧，操翻美国政府，对不对？你都已经来到美国了，为了避免美国变成中国共产党，怎么办？革命呀，对不对？革了他美国民主党的命。第六呢，要挟，通过针对反对者本人或者是其家庭的安全、健康、经济，通过一些卑劣的手段，直接点对点的打击报复这种操纵啊，让他的信徒配合。那这些就牵扯到一些黑手段了啊，有很多的这个学员给我爆料过，但是他们不能让我说，说了以后他们就完蛋了，所以呢，大家只能心领神会啊，面具人我不能具体描述了。如此呢，用这6个环节，每个步骤循序渐进，循环配合使用，那么即使是国际知名的头脑清醒的人，或者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也再难避免被驯化成为臭老奴才。在具体运用中啊，这6个环节
都可以从最温和的方式到最极端的方式逐步升级。你可以唱红脸，你也可以唱白脸，你可以扮好人，你也可以扮坏人。实际上，最温和的恐吓就足以吓阻90%的潜在的这些所谓的被迫害人士吧，反共人士。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尤其是那些张口闭口就说迫害的，尤其是那些已经跑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的这些华人啊，还一天到晚的张口闭口在那儿说自己被迫害了，自己被迫害了。哎呀，你们在西方享受着自由民主，享受着言论自由，吸着这个安全纯净的空气，吃着无公害的食品。你在西方，你哪怕就是干最底层的洗碗、刷盘子、扫大街，你都能比在中国赚的钱多。你还说你被迫害了？你迫害了你妈个腿呢！我操你妈的！你要是说你被迫害了，那你说墙内的那些出不了国的，天天被割韭菜的，天天吃地沟油、毒奶粉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被迫害呢？啊！你天天把这个迫害呀、仇恨呀、煽动斗争挂在嘴上，我奉劝你啊，你有这个精力啊，不如多做点善事儿。我操你妈的！多学习，多锻炼身体，多提升自己的能力，不要天天在那说自己被迫害了。然后呢，你一边说你自己被迫害了，反过来呢，你还要去瞧不起迫害那些在墙内真正可怜的人，说他们是支那，说他们是小粉红，说他们是奴才。你到底是要迫害呢，还是被迫害呢？啊，我操你妈的傻逼！